为什么命运对我这么的不公平？希望大家不要用上。但是在你们难过的时候，这一集可以成为你们的小锦囊。深陷泥潭，快要淹死，非常难接受我的朋友、替我们工作的人、我的家人没有过得好。嗨，我是安娜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我的频道呢，从开播到现在已经有1年多，快2年的时间了。在这1年多到2年的时间里面，我收到过最多的留言就是好羡慕安娜可以一直这样正能量，谢谢安娜给了我很多的力量。这样的留言，说实话，真的给了我非常多的能量，甚至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人生到目前为止做过的最棒的一件事情。不过呢，我也非常想要跟大家说实话，我绝对不是一个一直都这么正面的人。我也遭遇过非常多次的低谷，也和大家一样会生气、会委屈、会吐槽、会埋怨。为什么命运对我这么的不公平？但是呢，每一次在经历这样的低谷的时候，我都有办法让我自己最快的恢复过来，并且让我的生活回到正确的轨道上面，重新打起精神去面对新的挑战。所以这集呢，我要来和大家分享7个陪我低谷逢生，让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也可以重新找回能量的思维。这一集呢，我希望大家不要用上，但是在你们难过的时候，这一集可以成为你们的小锦囊。第一句话，我是一座孤岛，并且这座岛没有人会来。这句话一来，是不是有点绝望的感觉就已经来了？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，这一句听起来非常绝望的话，在非常多正能量的书籍，甚至积极思维、积极心理学的书籍里面都有提到 "No one is coming"。我其实，在非常小的时候就有意识到，没有人会来这件事情。靠山山要倒，靠人人要跑。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，是我人生醒悟的非常关键的一句话。不知道大家在遭遇非常困难的事情的时候，在低谷的时候，觉得自己深陷泥潭，快要淹死，这个时候或许你会选择和他人诉苦，告诉别人你有多么的困难，多么的需要帮忙，这个深渊多么的寒冷，多么的可怕，试图通过这样的方法呢，找一个人来救你。但是事实上没有人会来，甚至更可怕的一个状况是，你以为有人会来救你，结果可能有人经过的时候还朝你丢了一块石头。当你突然哪一天意识到我好像在这个深渊里面，真的没有人会来救我，只能靠自己的时候，你开始自己挣扎，试图自己站起来，你发现那个水只是到你的腰而已，根本就没有深渊。你明明可以自己站起来，根本就不需要别人来救你。很多人听到我刚刚那句话的时候，人生是一座孤岛，觉得这句话听起来真的非常的恐怖，非常的绝望。当我们换一个视角来听这句话，在一个休息日，你睡到自然醒，做一杯咖啡，在你的餐桌前享受你的早餐，不需要化妆，不需要打扮，甚至不需要整理自己，也不需要去想等一下到底要聊什么，一切都是这么的不疾不徐。你的情绪真的非常的放松，因为你知道在这样一个休息天，你待在家里，没有人会来，没有人会来打扰你。这样想是不是就觉得我自己一个人也非常的棒？我可以把所有的情绪都专注在我自己的身上，我一个人就可以决定我今天的好或者坏。第二句话，我是我的主人。这句话其实是承袭了上面那一句话的一个延伸。这有和大家提到过非常多次。我们很多的内耗，很多的焦虑，都是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课题。我们一直站在原地，我们在等其他的人来找我们，给我们一个肯定，给我们一个方向，给我们一个机会。但是当我们意识到了我自己是一座孤岛，并且这座孤岛上没有人会来，一切事情只能靠我自己的时候，你就会去想，如果只有我，如果没有人来帮忙我应该怎么做？我不想要再把自己丢在原地等别人来捡了，而是我自己去决定一个方向，自己去决定到底要走去哪里。我要靠我自己完成我自己定义下的完美的人生。注意，这是我自己定义的完美的人生，不是我的爸妈，不是我的老公，不是我的男朋友，不是我的朋友，不是我的上司，不是我的主管。刚刚我说的这些人，他们或许爱我们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帮我们完成我们的人生。主管跟上司不会爱你。或许某一个层面也是爱我们，爱我们的能力，但是总之他们的想法，他们的想要，他们脑中的那些肯定没有办法定义我的完美。我们自己要有自己一个标准，自己去设下到底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我想要的，不是人家想要的。当然在我想要的里面或许会包含着其他人的肯定，但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所有外部的肯定都是放在我自己肯定之后的。最重要的一个肯定是我自己的肯定。当然如果其他人有肯定，
那是一个加成，但是我们不能把加成变成一件主要的任务。别人怎么说都没有关系，就让他们去说吧，因为他们说的是他们的想法，他们都没有办法定义我们到底是谁。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去说、去做、去离开。我是我自己的主人，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绪、我的身体、我的节奏、我的命运。当你真的没有办法从这个别人的漩涡里面解脱出来的时候，我自己有一个小方法，就是先停下手边的事情，什么都不要做，然后就这样深呼吸。很多人在深呼吸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眼睛闭起来，你在深呼吸，可是你脑子里还是非常的乱，你还是在想刚刚让你非常不爽、非常委屈，然后很生气的那些事情，或者你可能在想你的工作下一步要怎么解决。其实我一开始也会这样子，但后来我发现说这样子的深呼吸会让我更加的累，更加强化刚刚那个让我不舒服的情绪。后来我就发现说我真的什么都不要想，然后我就把我的注意力放在我鼻尖呼出来的这股气上面，去完全的感受那个气出去、气进来，什么都不要想。但说实话，这是一个需要训练的事情，它没有那么的简单。但是你多尝试几次，你会发现你慢慢可以找到自己的节奏。这个方法可以帮忙我们静下来，并且你可以更好的专注在自己的身上。第三句话，我无法拯救所有的人。正常的人类通常都会有一个助人情节，乐于助人不是一件坏事，但是如果一直想要扮演上帝去介入别人的生活，那就是一个问题。很多我们的一些不好的情绪，我们无法控制的一些事情，都是来源于我们没有办法放下拯救别人的那个心态。我自己其实以前也是这样子，我非常难接受我的朋友，还有替我们工作的人，还有我的家人没有过得好。这个没有过得好是完全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没有过得好，或许他们自己觉得过得蛮好，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可以过得更好吧。这不单单是物质上的部分，就很多时候会是一些思维上的部分。我可能会觉得说，如果我的家人可以这样想的话，那他们应该可以感受到更高的人生的维度。我有一阵子常常会这样想，后来我就发现说啊，不行，这样子我一直继续下去，我不停的把我的一些想法告诉我的家人，我们之间的家庭关系好像过得更加的紧张。所以我自己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放下控制别人的冲动，学会让他们去做他们的事情，让他们去过他们的人生。庄子有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的有智慧：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？焉知鱼之痛？焉知鱼之不爽？焉知鱼之爽？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洞悉别人内心深处的感受究竟是什么，有的时候不干预反而是最大的尊重。第四句话，我是美好的容器。我们整一个人就像一个容器一样，我们要让更多的美好的事物充盈我们。这些美好的事物包含美好的人、美好的风景、美好的话语、美好的食物。当我们渐渐的用美好的东西把我们的身体填满的时候，那些留给不美好的事情的空间就会减少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在面对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就想办法让自己脱离出来，离开那个环境也好，关掉这个对话框也好，反正就找一个方法和那一个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情绪、不舒服的人事物先切开，把自己抽离出来，去做另外一件事情，找那些可以让你觉得生活更美好的那些人，和他们一起去吃个饭，和他们一起去看一看大自然，和他们一起去做一些你认为美好的事情，让美好的事物充盈你的身体。渐渐的，你就会发现你真的有力量可以走出低谷。第五句话，我正在前往最美的风景。我之前有看过一本绘本，一只小兔子在地里挖大萝卜，一直挖，一直挖，一直挖，挖到最后，它已经觉得说它已经精疲力尽，它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。但事实上，我们作为第三人称在看那本绘本的时候，它离那个大萝卜就只剩一层薄薄的土而已。但这时候，如果它放弃了，它永远都没有办法挖到那颗大萝卜。我们生活中遇到低谷，可能是情绪上的低谷，可能是工作上的低谷。我们面对低谷的时候，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，就是我不敢面对它，我不想要想起这个人，我不想要开始这一段工作。这时候我很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，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我们不要去预设立场，我们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我无法面对，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解决。你先开始去做做看，还没有做，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办法做到呢？另外，如果你觉得这个目标非常的庞大，大到你根本不敢开始，就试试看，先去把它切成10个小目标、20个小目标，然后每天去完成一点点，每完成一点点就给自己一个小鼓励，告诉自己我离那个最美的风景又近了一步。
第6句话就是没有如果。很多人经历的低谷是来自于一次的打击，在经历这样的打击之后，你可能会去想，如果我当时怎么做就好了，或者我当时如果没有怎么做就好了。但是事实上，这件事情不会重新再发生一次。你就像用这个后悔给自己在原地画了一个牢笼，你每天就被自己关在这个监狱里面，而这把监狱的钥匙只攥在你自己的手里，这把钥匙就叫做我现在该怎么做。第7句话，此刻的我就是答案的一部分。我们在低谷的时候，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：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我这么倒霉？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成功？为什么我遇到这么烂的时机？在我经历了非常长一阵子的低谷之后，我突然发现，我可以非常深刻的理解并且认同一句话，就是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。这段烂关系是来教我如何设定界限的。这个错误是在提醒我，是不是应该升级了？升级一下我的思维，升级一下我的做事方式。现在我所遭遇到的这个低潮，是老天爷告诉我应该要停下来，好好整理一下我自己。前阵子我和我一个非常要好的经纪人朋友喝了一顿下午茶，他最近呢也遇到了一段人生的低谷，他自己亲手从素人栽培出来的这个艺人呢背叛了他。我就和他分享了这句话：过去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可以停下来，这段时间你终于可以停下来了，停下来好好想一想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。感谢这个人，他没有在造成更大的损失的时候离开你。或许此刻的你正带着伤口、脆弱、疑惑还有恐惧，但是这一些都是未来那个更好的你的养分。如果正在看这集影片的你正在经历低潮，我非常想要告诉你，我们所经历的人生绝对不是准备好了才开始，而是边走边长出答案。这个低潮不论你看起来有多么的可怕，多么的巨大，多么的无法逾越，它终将会过去，并且当你走过去的那一天，你回头看的时候发现它根本就不算什么。你不需要等到非常完美才拥有力量，此刻的你就已经弥足珍贵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点赞，也别忘了分享给你正在难过的朋友。希望这一集的7句话可以给你们一点点的光。我是安娜，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，我们下周4再见啦，拜拜。